释迦牟尼竟然有妹妹吗？佛陀不仅有一个妹妹，而且他最后还修成了佛陀女弟子中的禅定第一。据佛陀的大弟子他们的生活作品与遗产一书介绍，佛陀的妹妹名叫南达，这个名字是欢喜、满足、高兴的意思。南达是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净饭王与第二任妻子大爱道所生。大爱道是佛陀的亲姨妈，她对过世姐姐的独子乔达摩悉达多视若己出，为了给她充分的爱，过了很久才生了自己的儿子南陀，而他的女儿南达就更小一些了。我们在以前的一期视频中讲过佛陀促使弟弟南陀出家的有趣故事，真是一波三折，费了佛陀不少的心力。而这个妹妹也不省心。有一天，佛陀要求所有的比丘尼一个一个的来见自己，接受指导。然而南达却并不遵从，为什么呢？南达曾是公主，非常有教养，典雅又美丽。可她出家呀，并不是因为自己有对真理的渴望，或者是经历了人生种种困苦之后的彻悟。她出家呢，就是为了不和家人分开。作为释迦王族的成员，在全家人，包括他的哥哥南陀、几位堂兄弟，甚至母亲，还有许多释家族贵妇都出家的情况下，南达决定跟随他们的脚步，因为他想和家人在一起。一进僧团南达就成了团宠。大家看到佛陀的妹妹迷人又可爱，还和自己穿着同样的袈裟，不知不觉的就对她充满了尊敬与喜爱。这让南达很在意她的美貌，不经意中就会有一种想讨人喜欢的心态。对一个俗家的年轻女子来说，这是无可厚非的，但对修行的人来说，就是一种障碍了。因此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南达反而成为在修炼上落后的那一个了。那些跟他差不多时间出家的王子以及贵族女子们，都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，远远超过了他。佛陀看在眼里，有机会就去提醒一番。然而有段很长的时间，他不是去改正，而是尽量的避开佛陀。这天，佛陀要求所有的比丘尼一一来见他，给予指导。众人先后都来过了，只有南达迟迟未见。他就像害羞的小鹿躲在草丛中，直到佛陀特意去传唤他，他才犹犹豫豫地走了出来。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安与小小的叛逆。南达本来以为会被佛陀批评一番，但出乎他的意料，佛陀开始赞美起他的优点，这让南达听得心里美滋滋的，精神也为之一振。佛陀知道这些话已经使他振奋了起来，准备好接受更多的指导，但也知道他还不够成熟，因此佛陀首先用了另一种方法。佛陀知道他执着于自己的外表，决定给他一个生动的人生课程。于是运用神通变化出了一个年轻的女人。这女人的美貌堪称绝世，犹如梦中仙子，完全盖过了南达。南达一见到她，顿时愣住了。然而这个美女在南达面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老去，皮肤失去了光泽，头发由乌黑变得斑白，紧致的面庞也开始松弛下垂，化为一副枯槁。南达被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，仿佛从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他意识到青春和美貌最终都会老去，那么天天在意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南达仿佛从梦中惊醒，这时佛陀才向他解释法义。深入浅出的教诲
就像涓涓细流流进了南达的心里，南达一下就证得了出国。我们不得不感叹，遇到佛陀在世的时候，对众生来说是多么的幸运啊！从此以后，南达全力以赴地投入禅修，他自己还写了首记，大概的意思是：不分昼夜，我就是个修行狂人，一切都是因果，身体腐败并散发恶臭，只有愚人才会贪恋这样的身体。通过日日夜夜的不懈修行，他的心境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和与安定，证得了阿罗汉果。后来佛陀称赞他的妹妹为比丘尼中禅定第一者。在比丘尼的僧团中，还有一个女人，和年轻迷人又可爱的南达正好形成强烈的反差。这是一个身上带着许多令人讨厌的习气与怪癖的老太太。她本是舍卫城中10个孩子的妈妈，一直都忙着生孩子养孩子，人们都称她为多子的唢呐。后来她的丈夫，一个好男人，因为一直以来都很信奉佛陀，这一天终于决定削发为僧。你说啥？唢呐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感觉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情感复杂，无法言说。但最终唢呐决定把这份挑战变为机遇，打算更加虔诚地投入修行。丈夫出家后，她召集了10个孩子，把丰厚的财产全部分给了他们，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：妈妈以后就靠你们养了，别让我饿着就行了。最初一切都很顺利，唢呐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，投身于她心爱的佛教活动。但很快，这位母亲变成了家庭中不受欢迎的人，孩子们开始把她这个老女人视为负担，他们忘记了母亲对他们的养育，分给他们的财产和多年间对他们的辛苦照顾。唢呐深感心痛，这种心痛甚至超过了与丈夫分离的痛苦。她内心五味杂陈，其中混杂着对孩子的责备与控诉。她观察着自己的内心，忽然想到，佛陀曾经说过，女人依赖的不是财产、权力和能力，而是她的子女；而沙门则只依赖自身的美德，而她过去正是完全依赖子女们，像一个普通女人一样。现在证明子女也是靠不住的，那么她该怎么办呢？唢呐因此下定决心，决定出家，觉得这样才能培养无私的爱与美德。在家里，感情和尊重几乎消失殆尽，生活变得像沉重的铅块。为什么他要继续待在家里，受到无情的冷落呢？相比之下，出家生活在他的心中就像朝霞中透出的阳光，充满了希望和美好。因此她追随丈夫的脚步出家了，穿上了比丘尼的袈裟。但唢呐很快就意识到，她一身的老习惯和个人的小怪癖也悄悄地跟着她穿过了僧团的大门，导致她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中也有一个难以适应的开始。她经常遭到年轻比丘尼的指正。唢呐发现，就像她不能完全依赖子女一样，比丘尼的僧团也不是她想象中的天堂。这天，唢呐坐在角落里，观察着自己的内心，认识到自己身上确实有不少小女子的任性，缺少男子的坚定和进取精神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仅仅厌恶自己的缺点是不够的，他必须更加努力，必须全力以赴地修行。他深知，如果在关键时刻被情绪牵动走，那他所学的佛法和出家的誓言不就成了昂贵的笑话吗？他不再沮丧，而是决定更加精进地修行。
因为唢呐是在老年时才进入僧团的，因此他更有紧迫感，没时间磨蹭。他经常熬夜坐禅，只留给自己很少的休息时间。为了确保自己在夜间不会陷入困乏或昏沉，他在漆黑的小禅堂中练习经行。这是一种在来来回回的行走中练习专注、排除杂念的修行方式。他小心地将脚步对准柱子，以确保自己不会被绊倒或踢倒东西。经过这样精进的修行，有一天，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，唢呐证得了阿罗汉果。那一天，其他比丘尼都外出了，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寺院中。而大家回来的时候，唢呐让大家大吃一惊。譬喻经中记载，比丘尼们离开时，一个比丘尼提醒唢呐，别忘了煮锅热水。唢呐点头答应了。他抬来了清泉水，倒入大铁锅中。正当他打算生火的时候，又想，时间还早呢，我先打一会儿坐吧。然而他进入了深入的禅定，感受到生命中所有的喧嚣与扰动都消失了，完全沉浸在这种神奇的体验中，完全忘记了煮水这回事。当其他比丘尼回来准备洗漱的时候，发现锅里的水还是冷冰冰的。正在这时，唢呐突然出了禅定，手一挥，锅里的水很快就沸腾起来。他满脸是笑地说，看，这不是热了吗？大家一片惊喜。原来唢呐就在大家不在的这点功夫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，甚至还出了神通。而佛陀听到这件事后，也是笑逐颜开，作诗一首夸赞唢呐的成就：若人寿100岁，懈怠不精进，不如生一日，勉励行精进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出身与际遇，也都有自己的缺点与执着。世间的身份地位美丑高下，在修行中都是要去掉的壳子啊。佛陀的妹妹美丽典雅，10个孩子的老太惹人厌烦，但有一点相同，就是他们都放下了世间的壳子，修成了可以跳出3界不入轮回的阿罗汉境界。当然2500多年过去了，释教已经进入了僧侣穿着袈裟念佛，不过就是打卡上班的时代了。对修行能真正理解并且实修的僧人已经是少之又少。不过那也意味着佛陀常常提起的未来佛转轮圣王的到来。释迦牟尼的弟子大迦叶为此在鸡足山足足等了2500年，或许他已经找到了。观众朋友，您是怎么看的呢？欢迎您在留言区发表您的看法。感谢您收看《文史大观园》，我是雪莉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